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今天想要来介绍 OPPO 的这支 Find X8 Pro。那今天的影片会跟你们平常看到的评测不太一样，完全就是只有我喜欢它以及使用到它的地方，那全部都是主观视角。如果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话，那你是对的。其实我研究手机摄影已经很多年了，也一直在等真的可以取代单眼的那一天。PTT 上也可以看到我以前的一些分享文。因为拍照一直以来，安卓的自由度跟能力都比 iPhone 高上许多，所以之前一直都是只买能用 Gcam 的手机为选择的门槛。去年因为 iPhone 史诗级的大升级 Type-C 以及录影真的强于安卓的关系，买了 iPhone 15 Pro 当主力机，的确在动态摄影上没有让我失望。顺带一提的是，这个频道本来第一支影片应该是 iPhone 15 Pro 的开箱影片。我甚至素材都拍好了，结果莫名就变成现在这样。再帮我走3-4步之后，走，好，伸懒腰，转头笑开心，然后转一圈。所以关于 iPhone 15 Pro 的录影，我能讲的其实很多，但这集重点还是摆在我为什么又还是多买了 Find X8 Pro。其中一点就是想要补足 iPhone 平面拍摄上的短板，最重要的是它的人像模式已经到我心中的甜蜜点了，后面会有大量的实拍照。一直以来，人像模式就是我觉得最能体现出单眼跟手机差距的地方，毕竟单眼拍出来的前景深就是它最重要的护城河之一。而我快10年前也是为了这个能拍出前景深的功能吸引，买了华为的 P9，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惊艳。但当时的技术可能还是必须要靠我的一些后置或是拍摄场景的选择，来尽量让边缘计算的瑕疵少一点。而边缘复杂，特别是发丝的部分，也正是人像摄影模式虽然发展了快10年，还是可以让单眼用户一眼看出假的前景深的关键。但我在 Find X7 Ultra 的人像上发现 ，OPPO 人像模式对发丝的去背真的是有独到的技术。总之，我为了减少帮女友修图片这个原因，买了这台手机。买来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出门测试，给大家看看这个魔法的过程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。我自己用 PS 去背都很困难，从复杂背景中把这个发丝抠出来。AI 大模型真的是现代的魔法。这几张照片是我套用内建的富士滤镜，它不但会改变它的色调，它还会增加微微的颗粒感。除了让它看起来更像底片之外，它还可以有增加假细节的感觉，会让你觉得照片的细节更丰富，然后它也能掩盖一些瑕疵，所以真的是一举数得的好功能。放个现场实拍，证明真的是我用这只手机拍的。场景就只是高雄美术馆旁像小溪的小水沟。好，坐，我觉得不用坐了，你只要蹲就好了。好的，对，头发让那个看能不能头发有光照到的。好哦，1、2、3。手机最厉害的就是能够在后续决定前景深的程度，有些手机拍完就不能再后续调整。还好 OPPO 的可以，但要注意，如果拍 HEIC 就无法再调整，所以要记得拍摄规格要选成 JPEG 才可以。看到那个发丝，真的每次都让我觉得太神奇了。OPPO 这支的3倍镜是我觉得在人像中最好用的，一方面拍摄距离足够刚好，人也不太会变形。肤色与光影方面 ，OPPO 真的是让我感受到现在手机对皮肤的美颜真的是到了另一个层次，在美颜跟自然间有着不错的平衡。Model 看的时候都表示非常满意，我真的都不需要再另外用电脑特别修图了。我去年的日本行就是只带了这只手机来当相机，在富士山河口湖旁也拍了不少照片。说真的，拍景色真的也很棒。白天的话，有光影的地方可以用它的大师模式，号称是哈苏色彩，也让我拍到了不少很喜欢的照片。不管是颜色的质感，或是没有刻意 HDR， 能更符合现场明暗的表现，都让习惯单眼的我更感到舒适。当然，如果讲究画质的话，大师模式拍起来就没有多帧合成，只用单张RAW来拍摄。
画质是没有多帧合成的一般模式好的，但我是觉得氛围感跟照片的质感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觉得呢？晚上的河口湖我也用它来拍摄夜景，这边是有上脚架的，30秒的夜景虽然没有多帧合成，但其实画质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Vlog 部分还没剪到这边，大家之后可以期待一下。至于录影，我本来就是因为录影才买 iPhone， 所以对这只手机的录影是没有任何期待，也没有打算要使用。但后来在工作上发现它的6倍镜虽然账面上没有近拍，但是等效135毫米的焦距已经足够让我从安全的距离拍摄实物的特写。iPhone 就算用3倍镜，它的最近对焦距离都还是很远，所以我现在工作上都改用这台手机来拍摄实物的特写。1、2、3，你看那个切痕。而且懂的人就知道，手机长焦拍特写反而有深景深这个优势。颜色上我也是稍微调整，就足够让它跟 A74 的落差不要太大。当然低光的时候就不要太要求了，毕竟节目只有我一个人在拍，所以使用手机当副机补特写的话，真的是极大程度降低了我的负担。想看实际成品的可以看看平凡美食家，特别是最近的三山烧肉跟永兴福岛这2集，前期比较多可能是用 iPhone 补的，就不用看了，但可能是焦段太长或是技术不到位。如果要做 ARC 的运镜的话，就还是不太顺。我觉得是我太为难它了，所以用6倍镜录影的话，只能小幅的运镜。我不会说它的录影比 iPhone 好，甚至连追上我觉得都没有。但就专职拍美食特写的这一块，真的是远胜 iPhone。在最近对焦距离的甜蜜点上时，营造的前景深也是很漂亮的。总的来说，以拍摄人像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暂时我也不知道除了 OPPO 的后续机，还有谁可以明显超越。我买手机其实也不是以均衡为考量，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特色。如果它有特色的话，我就会很喜欢。除了这些，手机后置方面还有仿富士的色调，也是蛮有趣的。路人消除的功能也真的是非常的实用。以我看其他评测的结论，与别家相比，真的是效果好上不少。反光消除的功能也很赞，虽然因为时间有限，我还没有发挥到它的极限。它甚至还能装 Gcam， 但这只手机暂时真的让我达成不需要特别用电脑后置这个目标，也让我更期待未来 AI 能让手机真的取代单眼的日子。我是米拉爸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拜拜。烧。